Hello，欢迎大家有幸来到我的频道。相信很多新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了解并不多。我是 Alicia， 我呢在我前半生住在马来西亚，然后后半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我是住在英国差不多20年。我其实不是一直全职做玄学，但是我感觉上我的 mission， 我的这个任务已经开始了。应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我大概会开始做这个所谓的玄学全职。那么呢，我是一名通灵师，相信你们也在我频道看到，我除了会讲中文、广东话，还有英语。那么好，我其实还有其他就是嗜好，我嗜好就是一个吃货，然后喜欢去旅行。我去过大概有40多个国家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YouTube 上载玄学的有关的题材的影片？哇，我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YouTube 啊？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跟马来西亚一个蛮大的 YouTuber， 他是之前做那个探险的，过后现在应该是做玄学探灵这一些的一个 YouTuber 合作，是在2022年的开头，就是大概2月头。我就开始拍摄 YouTube， 过后呢，因为我也需要回去英国，大概半年时间，我就开始跟其他的网红合作。这一个过程里面，大概是到现在，我们现在是2024年的10月份，大概是差不多3年吧。明年1月份就是3年的时间。这近3年来，你最想感谢哪个网红或者哪一个伙伴？最想感谢的人，当然是跟我合作过的2个很大的 YouTuber 吧，就是 Inside 跟 Heshiko 吧。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，完全是一个默默无名的 nobody， 就是因为通过他们的频道，我有了一点小知名度，这也还需要感谢地勤，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专业的指导，如何要拍摄影片。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团体，也要感谢我爸爸，因为有这个冲动要拍摄 YouTube， 是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过世了，很想回向很多功德给他。第一个找了 Inside 这个频道跟他合作，再接下来当然是这2年多来要感谢我所有的粉丝们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网红，我自己本身也有全职，可是现在我已经走到了某个程度，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做这个玄学全职了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的一些你们所谓的高龄也好，生命也好，就是那个生命的点刚好到了，就是要开始做玄学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要感谢我的家人。虽然我一开始拍摄 YouTube 的时候是偷偷做这件事，就他们一直不懂，直到1年过后，就我弟弟不小心有一天看到视频，然后跟我妈妈说：“你看你女儿做了什么？”瞒着我妈妈是因为我怕他们担心。反正这个整个过程就对我来说是很莫名其妙，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旅程。在这里就是要感谢所有默默支持我的人，也要感谢所有的小人，就是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永远不会做得好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够让我更需要证明我自己是能够做得很好的，而且 I can go way bigger than this， 就是我能做得更大、更好，就是给观众们更有素质的题材。就是我的 background 就本身就蛮强，因为我本身就在英国毕业，然后我在英国成为一个专业的 IT 蛮多年的，间中我也在英国生活了大概有20年，在马来西亚有生活了20年，去旅行过40个国家。所谓的看过这个世界，接触了玄学，里面除了佛教是最近的事情，我本身是基督徒，我学的法其实是马来巫术。很多时候就是我不大想讲这些，因为我原本就没有打算要做这个玄学还是什么样，只不过这个生命的安排是这样子一路走来，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非常红的
大牌的网红，什么大师之类的。其实我已经学习了蛮多年的，只是我不大愿意很公开的讲这些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，因为毕竟在这个网络上，有好与不好的信息，我觉得我很想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所谓正能量、更好的信息。对。你从玄学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从玄学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个应该是从小吧，就是我从小陆陆续续都会遇见灵体。我好不容易去到英国，我以为是一个比较文明科学的国家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灵体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在英国这么古老的国家里面呢，就灵体更加多了。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苦恼，因为小时候一直被惊吓醒，甚至乎到现在我去看中医，他们都会说我是一个很浅眠的人，或者是睡眠质量很低，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或者是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、年轻人或者是很多人基本上都很想拥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基本上我是被吓大的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的大师姐，她就是叫我学马来巫术的其中一名成员。至于为什么我会跟他学马来巫术呢？因为我本身不是那个基督徒嘛，是因为我在30岁的时候，可能我受到一个人生的很大的打击，其实想要去疗愈我自己，就通过这个方式去疗愈我自己。慢慢的，他们说，其实我有这个很大的天赋去学这个，可是我一直不想学这个玄学的东西，因为小时候那些不好、恐怖的经历，所以我一直还蛮拒绝的。他们就破例的说我为徒，慢慢的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教了我不同的东西。就是很多年过去呢，我可以出来，就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大师。可是因为我的心愿不在此，所以我就没做这件事，就把它搁在一边，也没想太多。因为在英国并不会经常接触到讲很多玄学的人，就是比较正常人的一个生活吧，该上班打卡，就是这种朝9晚5的生活吧。可是因为就是从这个差不多3年前要开始拍 YouTube 的时候，就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道。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刚才说的，我这个缘分已经到了，我要开始做这个。因为我算是逃避了蛮多年的。其实很多年前，我看不同种族还有不同国家的导师，我说的不只是亚裔，甚至乎包括我在英国里面看的有黑人啊、白人啊，或者是印度人这一种，他们很多年前就告诉过我，我以后将会踏入玄学这个行业，或者是这个职业。我一直觉得很郁闷，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讲鬼鬼神神的人，再加上我长期在国外居住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很 interesting 的 topic， 或者是我个人会有比较有兴趣的课题吧。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明明之中注定的。我学马来巫术也学了10多年，我自己天生从小就有这个能力。间中我不停地证明自己是真的有能力去通灵，因为我接过的个案不上下有几千了吧。我自己开的 online 就是网课，都有超过1-2千个人吧，应该是有超过1000个人。再包括我自己治疗过的那种个案，我也忘记了多少。其实我真的不清楚，因为我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晚上我灵魂还会出去外面自己帮一些人做事。这些人可能看了我的视频，他们就被治愈，或者是他们的问题被解决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被我治愈或者是解决过的话，记得在这里 comment， 下一次可以做一集这个关于这个。对。那你对于成为合格通灵师需要具备什么看法呢？我之前呢，就是为了探讨玄学或者是生命的意义，应该是讲生命的意义吧。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有精神病，他的心理医生就也去上这个 London Psychic School。主要原因是这个 London Psychic School 呢，我是想要就是发掘自己
这个潜能到底是什么。然后我的导师当时是有说过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灵，可是每一个人通灵的程度是不一样。所谓的通灵就是本身能够有感知、感应能力，这个是我们人类具有的本能，就好像动物这样子。比如说要发生海啸或者是地震这一些，他们很早就感应到，那是因为动物它们天生跟这个天地连接，他们懂这个环境的改变。那种野生动物一点点，他们就能感受到那个地震要来了。其实我们人类也是有这个感知或者是敏觉能力的，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开发，又或者是很多人不理解，他会认为这个只是自己平时的一个直觉感而已。这个是我当时候的老师教的。作为一个合格的通灵师，除了你就是要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去证明自己这个通灵的能力是真实存在，而不是随口开河说什么天眼啊，看到鬼鬼神神，不是这样的。只是我当时候在国外学的是很多老外他们学的这个通灵能力，他们激发的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作能力，又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艺术细胞，他们会变得在自己的领域更强，就跟我们华人的或者是传统的亚洲人的这个想法有太大的距离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我觉得一个合格的通灵师，第一，你的就是本性，你的这个初心要对了，因为每一个人到某种程度的时候，你都有自己的魔考，就是你的心魔会被扩大。这段时间你能不能够过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所谓的 self ego， 总称为 arrogant 这个词。可是很多人，我发觉他们，尤其是在网红界，就是每个人都会讲一些很就是官方的词句还是怎样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你做这个事情 is for life， 不是在这个荧幕观众面前讲是这样子，然后你背后就做另外一件事。我觉得你需要对得起自己，就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才来谈和什么普度众生这一些吧。反正现在很多年轻的各种各样的世道，就是你们佛家讲的什么末法时代，他们都是走这种很短速，很短速就有什么天眼，很短速就有什么神通。在我从小到现在这么久的一个经历几十年走过来了，我觉得这个能力如果是要用在帮人的身上，成为一个合格通灵师的话，其实时间是很长的。你要不停的训练，不停的失败，不停的 learn from every single experience and mistake， 你才会提升。我觉得合格已经不是用一张纸去证明你是不是合格，是你不停的成长，这个算对得起你。首先要对得起你自己，还有过后当然是要对得起你要帮助的人，这个才算是合格。保持初心很难，因为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有太多的贪嗔痴了。连我自己本身可能现在说我们保持初心，可是未来20年突然间有一天我也做不到，这很难说。那你就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给你们送上一个大大的爱。真的接触过很多陌生的粉丝们，然后他们无条件的支持我。我不懂我自己本身有什么吸引力，因为传统意义上我根本就不像一个大师。毕竟我是从外国住了23年，我的这种性格呢，有点就比较不拘小节。因为呢，我觉得在这2年多3年里走过的风风雨雨，各种坎坷，各种被同行的嫉妒、排挤、陷害，还有污蔑，还有在网红圈，就是你没有共同的理念，或者是共同的这个想法，或者是共同的这个意识或者是意念的话，你是异类。所以我会觉得在网圈里面，我的确是一个异类。在玄学里面，我也是一个异类，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坚持。可是这么多这种大的阻挠或者是 obstacle， 我都一一的排除了，然后不停的学习更多的新的知识、新的经验，然后累积更多的玄学知识。我的玄学知识当然是之前有我在西方的一些，因为我毕竟住英国蛮久了，
这些所谓的世界其他国家不在亚洲、非亚洲的这种知识。现在我回来马来西亚就学习了很多这种就是亚洲传统、非传统的一些法术啊，关于各种各门派、各个套路的这种所谓的玄学知识，我也学了不少。我非常感恩大家由始至终一直不停的鼓励我，然后也不停的让我成长，成为一个更好的导师。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有徒弟，所以我非常感恩有你们一直陪伴到我到现在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。第6届快速群体治疗，帮助你提升运势，增长智慧，清除业障，清理负能量，去除障碍。一个人只需99令吉。